中共20大之后，外界高度关注中美关系走向。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先后表态称，将会持续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寻求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合作，并确保沟通渠道维持畅通。美媒更对外就中美高层会晤放风。与此同时，美国一些政客也在同步渲染中美对抗的紧张局面。矛盾表态的背后，反映出美方焦虑的心态。来看看报道。美国彭博社近期报道称，美方正在试图安排中美领导人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在25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彭博社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中共20大之后，外界高度关注中美关系走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4日在例行记者会说，中共20大的闭幕及相关领导层变动不改变美国对华策略。And we would welcome cooperation of the PRC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and that includes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health, counter-narcotics, non-proliferation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clear that we're focused on responsibly managing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PRC. This is perhaps the most consequential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e have. We'll continue our efforts to keep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including at the leader level. 此外，继8月底向英媒透露希望跟中国恢复双边气候谈判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25日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再发声，称在气候问题上我们需要中国。长期研究中国发展的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库恩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当今世界面临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肩负责任。在库恩看来，尽管拜登政府将中国确立为所谓头号竞争对手，但中美仍有一定合作空间，可以尝试从较小范围开启合作，重铸互信，为未来两国恢复经贸合作做出有益铺垫。 Find areas of small areas of cooperation. So areas of cooperation that can be looked at, certainly climate change is one, fighting international piracy, drug trafficking, organized crime, human trafficking, sexual abuse. I mean, there are areas. I'd put healthcare in that, and fighting pandemics.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 the U.S. and China do work together very well. 尽管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先后表态将寻求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和中国合作，并确保沟通渠道维持畅通，但同时美方又不断对外释放错误信号。25日，美国总统拜登与新任英国首相苏纳克通话，双方表示要共同应对中国挑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各国发展的伙伴和机遇，不是挑战和威胁，敦促美方摒弃零和思维，顺应时代潮流。与其散布老掉牙的中国威胁论，拼凑没有前途的小圈子，不如尝试树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多做实事。此外，针对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近日妄称中方损害了美国的司法，汪文斌25日强调，中方一贯要求中国公民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美国执法部门一些人抱持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一再捏造各种借口和谎言，污蔑抹黑中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公然为中方逃犯提供庇护，阻扰破坏中国追逃追赃努力，让美国沦为了腐败分子和不法之徒的避风港。美方所作所为站在了正义和法治的对立面，破坏了中美执法合作的基础，也损害了美方自身形象。我们敦促美方这些人改弦更张，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攻击。中方将继续维护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崔磊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美国国内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拜登政府内部在对华战略上并不统一。这从他最近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一方面把中国定位成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但另一方面呢，他也非常重视气候变化、传染病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类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他希望和中国合作呢，也正是希望在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得到中国的配合。但是他也非常纠结，因为中国实力在不断的增长，已经是世界第2，有可能超越它。与此同时，20大报告也明确强调，中国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表述中，并没有点包括美国在内任何一个国家的名字。但有意思的是，美国一些人却主动对号入座，将中国反对的这些全部与美国划等号。观察认为，这说明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等等都已经成为美国的代名词。崔磊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虽然20大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及中美关系，但其实对外释放很多信号。比如20大报告重申，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这里的各国自然也包括美国。所以这也是向国际社会释放明显的信号，就是中国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问题上，会坚持原则，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